我国中的时候就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我今天把手放进那个插座里面，我会不会电到心跳停止？但是呢，医疗用的电击器一电，心跳会重新跳起来。为什么一个会把你电停，一个会把你电活？原来以前被电影误导了。Hello， 大家好，我是93先生，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嗨，我是晶晶，大家晚安。晚安。好，那今天我们要来聊聊电影教错我们的事情——医疗救护片。首先，第一个概念呢，就是呢，这个有些人他想要自尽的时候，手脚都被绑住了，那有什么方式呢？就咬舌自尽。那这个呢，我们其实在第93集里面，癫痫的处置方式时有跟大家仔细解释过，要咬断舌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对啊，可能啦，古人呢都比较有血性一点，他们有办法克制自己的恐惧跟疼痛，把舌头咬断掉。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太有办法。就算你真的咬断了好了，你舌头的大动脉其实是很接近舌根的地方，你要真的咬到舌头的大动脉的话，你几乎是要把舌头整只吐出来了。所以像电影里面出现那种情景，他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就把舌头咬断，导致自己死亡，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如果运用在癫痫发作的病人身上，如果被你遇到的话，请不要担心他会咬到舌头而造成什么严重的伤害。癫痫真的发作时，通常你大概咬到就是舌尖啦，你发作的瞬间要咬到已经咬到了，所以你不要在这个时候呢去设法掰开人家的嘴巴，你这样子是增加患者他再次咬到自己的机会。好，那第二件事情呢，关于急救的电影里面，这个医生或是救护的人员就会拿出电击器来，叫旁边的人 clear， 然后呢在他身上呢电击一下，他的心跳呢又开始跳起来了，这是不对的。这个我们在第75集跟大家解释，一直线的心率是不需要电击的。电击的目的其实不是把一个没有反应的心脏给激活起来，反而是把正在乱跳过动的心脏给打晕，然后我们再用 CPR 让他的心脏重新启动。因为你一直在让他乱跳，他到最后心脏其实比较早衰竭。你心脏前面在那种无效率的乱跳的时候，其实是在消耗它的能量。等一下你要让它重新启动，它当然难度就会变高。就像呢课堂上乱哄哄的一样，结果呢老师忽然间大力的拍桌，然后同学就会安静下来。对。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趁机维持课堂秩序，开始好好上课了。提这个事情是记得电完它，你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心外按摩。没错，你要马上开始帮他做心外按摩。其实我讲真的，我国中的时候就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我今天把手放进那个插座里面，我会不会电到心跳停止？但是呢，医疗用的电击器一电，心跳会重新跳起来。为什么一个会把你电停，一个会把你电活？原来以前被电影误导了。医疗的电击它其实也是把你心脏电停，是我自己以前误会了，并没有差别。那再来呢，我们就遇到一个情况，就有人呢，怎么很久没有联络了，就到他家里去找找看他，就进去，哇，闻到好浓的瓦斯味，这个失踪的人就倒在地上昏迷不醒。来，各位，你开瓦斯呢，不会让自己中毒而死，瓦斯是没有毒的。我把瓦斯桶打开，对，然后让它漏气，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是不会因为这样中毒。对，你不会中毒，但是呢，还是要离得远远的。为什么？因为怕有什么静电还是什么会爆炸。对，真正的瓦斯本身其实是没有味道，那个其实是瓦斯送到大家家里之前加入的臭剂。它的目的是因为瓦斯本身无毒无色又无味，万一泄漏了，没有人会知道，所以它要加入臭味，让它今天泄露出来的时候，人家会晓得。我自己实际曾经看过一个一氧化碳中毒的案例是这个样子，他们在烧热水器，因为通风不良开始产生一氧化碳，所以呢，他家里的人就中毒。现场环境一氧化碳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缺氧，他的热水器就因为缺氧熄火了。可是熄火之后，它的瓦斯还是在漏，所以后面到达现场的人呢，看到的情况是什么？一堆人中毒倒地，然后瓦斯不断的在泄漏。早期也有因为这个原因，让大家误以为这些人是因为瓦斯中毒才倒地。那再来第四个呢，就是有些人他发生了车祸，这时候都会有人呢把那个人给抱起来，或是背着他，赶快把他送到急诊室去。我说真的，我看过很多的电视新闻上面呢，也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通常新闻都会去
赞赏这个热心助人的民众。但是呢，我们必须老实说，这样做是非常不好的事情，因为呢，他今天受的是外伤，他的颈椎是不是有受到挫伤，你无从得知。在你这种不专业又没有固定的方式下去搬运他的时候，很可能给他的颈椎造成2次伤害，他的伤势变得更加严重。大家都好心，所以我们不忍苛责大家，但是这样做真的对这个伤患很不好。你不是故意的，只是因为你的观念不清楚，而导致你做出的某些事情反而是负面效果。都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去学习正确的观念。你真的要热心要帮忙的话，就施展你学到的这些专业，才能够对这个人有最大的保护跟帮助。我也想要鼓励你们，就是如果有时间去考个 EMT1 它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各类急救常识啊。如果你家人受伤的时候，也许你就会用得到。没错，你学了这个技术，你可以选择不用，但是呢，你可以保护你的家人。它没有什么很难很困难的技术，你了解这些基本概念之后，其实你就会知道说哪些是对，哪些是不对。就原来头抬高这件事情在外伤的病患身上是不见得合适的事情。对啊，你自己不懂的时候，你会不小心间接害了你的家人。好，然后最后一个呢，它其实跟报案有关。电影上常会演一个情况，这个电话打下去之后，派遣中心就可以追踪到你的定位。这件事情它一半对，一半不对。你用室内电话打，确实可以出现一个很明确的地址。所以室内电话的 GPS 会比手机准。室内电话会比较准，但它其实并不是依赖 GPS。有比较知道的人跟我讲的，其实你透过室内电话打119的时候，119勤务中心那边跳出来的地址是当初登记这个室内电话时他所登记的地址。它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用什么样子的高端科技去反追那个人的位置。那手机打进来的话，勤务中心会显示的地址是那个手机它现在最接近的基地台的地址。我们没办法透过手机的位置反推找到你的位置，这是没办法的。它也是一个不精准的定位。真的要讲了，室内电话地址会比较精准。好，那我们之前在第64集以及第66集也有跟大家简单介绍过啊，你没有地址的情况下要怎么报案。有一个 APP 非常的好用，就是叫消防防灾1点通，里面有线上报案的功能。那所以我想呢，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电影教错我们的事情医疗救护篇，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去主动学习一些专业的技术，它不会到很难，它就是个基础入门，甚至我认为那个基础入门是家家户户都必须必备的知识跟观念。所以呢，我想呢，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啊。那么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如果各位有从这集获得收获的话呢，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影片。对于救护车、救护员，你有什么样的疑问呢？欢迎下面留言。那今天就到这边咯，下次再见，拜拜。就是有一个人他死掉了，到了天堂的入口，那守门的人呢就问他说，你是怎么死的他说呢，因为我不想活了，所以呢我就在家里开瓦斯，想要自杀。那你开瓦斯之后你是中毒而死的吗？然后那个人说不是，我等了很久发现我都没有死，所以呢我想说我抽根烟来放松一下心情，结果一点火之后呢，我人就到这边来了，就是爆炸。对，他其实被炸死的。瓦斯泄漏下来，它对你的危害并不是中毒，而是今天会爆炸这件事情。